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为您带来的财经快讯是：人工智能热潮回归华尔街，投资人回流。微软和谷歌表现亮眼，加上 Rubrik 首次公开募股表现良好，重振投资人对科技巨头压住人工智能的信心，提振了科技股行情。请看下面这条消息：土耳其与埃克森美孚洽谈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，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。此次交易将使土耳其每年获得最多250万吨液化天然气，为期10年。接下来，铜价飙升至每吨1万美元，凸显了该行业的核心脱节：矿商没有建造足够的矿山。尽管需求旺盛，但铜矿开采商并未增加足够投资，从而导致供应风险。接下来，自2014年9月担任总统兼首席执行官以来， Dev Ittycheria 已将260亿美元的数据库公司 MongoDB 带入了云端，逐步进行 IPO， 监督其从开源过渡，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部门，并将客户群从数百个发展到接近5万个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黑石准备提高收购 Hypnosis Songs Fund 的出价，后者拥有夏奇拉和邦尼泰勒等艺人的音乐版权。黑石的出价将超过康科德音乐公司每股 1.25 美元的报价。接下来为您播报：人工智能驱动代理为企业自动化注入新活力，可完成复杂任务且与人类互动，预计3到5年内普及。下一条资讯：特朗普竞选团队内部顾问围绕政策理念争执不下，提出征伐脱离美元国家的惩罚，实行单一税和改革美联储等计划。但特朗普尚未认可这些计划，并对未经授权的政策计划表示厌烦。保守派智库为特朗普回归做准备，提出了激进的经济方案，加剧了竞选团队的内部混乱和不确定性。下一条资讯：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，4月份的月度通胀率可能跌至 10% 以下，表明政府的政策在生效。通胀率连续第3个月下降，通胀为 287.9%， 是自1990年代初期阿根廷退出恶性通胀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型债券发行人正向全球银行表示，不良 ESG 评级可能会影响其作为承销商的吸引力。一些发行方已接近暂停与银行的合作，如果银行在 ESG 目标上与发行方存在根本性差异。接下来这条消息：德意志银行将评估收购邮政银行诉讼和解选项，目前已针对高达13亿欧元的索赔做出准备。该银行称将继续法律分析，慎重评估潜在和解方案，尚未就此做出决定。接下来为您播报：美国财政部计划保持长期债券发行稳定，因美联储减少资产持有的速度预计将放缓。债券市场希望得到帮助，因通胀数据和高发行规模对国债造成压力。美联储可能在6月开始减少资产负债表，这可能缓解债券市场压力，但发行量依然很高。接下来，欧舒丹董事长计划邀约收购该公司剩余股份，估值约为70亿美元，包括债务。黑石和高盛资产管理可能会提供约16亿欧元的融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泰勒·斯威夫特的新专辑《折磨诗人》部首周在美国售出261万张专辑，和流媒体单位在 Billboard 200专辑排行榜上空降榜首。该专辑打破了流媒体播放量和黑胶唱片销量纪录，是斯威夫特第14张冠军专辑。接下来，佩洛西近37年来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，是首位众议院女议长和领导美国国会两院的第一位女性。她在2023年的投资回报率几乎是标普500指数的3倍。过去12个月内，佩洛西仅购买了苹果和微软2家股票。让我们关注比尔·阿克曼是投资界的传奇人物，他创立的对冲基金 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 管理着近110亿美元的资产。阿克曼通过收购大量公司股票，并敦促管理层做出增加股东价值的积极改变而积累了财富。Pershing Square 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持有8到12家公司的少量股份，且通常持有多年。他专注于优质、市值大、现金流可预测且下行有限的北美公司。该策略对阿克曼而言非常成功，因为在过去5年中 Pershing Square 的年化回报率为 31%， 大约是标普500指数表现的2倍。请看下面这条消息：美国钢铁制造商克利夫兰悬崖公司支持激进投资者安克拉控股集团，要求革新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董事会。下一条资讯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鹰派言论提振了去年12月的市场，帮助经济避免了衰退。但随着需求持续增长和通胀居高不下，鲍威尔被迫转向鹰派立场，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更鹰派的立场，在美联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。最后为您播报的财经快讯是：丹麦海运公司马士基投资6亿美元用于尼日利亚港口基础设施，旨在缓解拥堵和提高效率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